这是一辆会吃人的房车，靠近它的人都得死。男孩骑车路过，房车的门自动打开，男孩充满好奇心上前查看，周边一个人也没有。男孩小心翼翼走上车，见没人，刚准备下车，结果车门瞬间关上，紧接着房车不断震动，车里的灯光忽明忽亮，里面不断传来男孩的惨叫，血溅在车窗上，从窗户里看到男孩似乎被人无情砍杀。不久，房车里没有了动静，男孩的尸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堪称史上最完美的凶杀案。而这辆杀人的房车也被史蒂夫一家人选中，成为了他们的旅行房车。这天，史蒂夫一家人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房车旅行。刚开始旅途还是挺愉快的，一家人在车里唱着歌，说说笑笑。可当车子开到荒漠之后，诡异的事情接连出现。空调明明开了冷风，吹出来的却是热风。史蒂夫的女儿觉得很闷热，想要打开窗户透透气。可奇怪的是，在他们尝试一番后，发现窗户竟然被关得死死的，唯独女儿坐的位置，窗户轻轻一推就开了。女儿很高兴地把小手搭在窗边。可就在这时，窗户开始慢慢移动，眼看着女孩的手下一秒就要被碾碎。幸亏妈妈小美多唠叨了2句，再三纠正女儿坐好。果然，女孩刚坐回位置，窗户唰的一下关上了。如果再晚半秒钟，女孩的手就没了。小美见状，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安慰女儿。房车行驶到一半，父亲查理发现外面有一辆车，他们打算下车去看看。两人来到了车子旁边，没有见到一个人，却看到一双悬挂在空中的腿。正当两人困惑的时候，后面一个男人突然拍了他们的肩膀，直接把两人吓到1米远的距离。原来是一对兄妹山姆和马克，他们的车行驶到一半坏掉了，现在也只有史蒂夫一家可以帮助他们。两人接受邀请，上了史蒂夫一家的房车，这简直是在给房车送人头啊！在车上，山姆突然看到水池里的水变成了血红色，里面还有不明物体，捞出来一看，竟然是一组带有头皮的毛发，吓得他大声惊叫起来。马克听见声响进来一看，水池里什么都没有。山姆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但却又觉得哪里怪怪的，自己又说不上来。这边查理和史蒂夫也发现他们已经走了很久，周围还是一个服务站也没有。父子俩商量一番，准备掉头回去，结果车子却不受控制，加大油门一个劲往前冲。查理拼命踩刹车也没有用，车里的人失去了平衡，所有东西乱作一团。过了一会儿，房车终于停了下来，马克却因为撞到头部当场狗带，众人只能下车再做打算。小美临近崩溃，好好的房车旅行却发生意外事故。山姆在车里看着史蒂夫一家人，突然感觉身后有人，猛地一回头，什么也没有。难道又是幻觉吗？就在他又看向外面的时候，一只手悄悄撩起他的头发，山姆吓得跑出房车。诡异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小美来到房车里，意外发现房车的电视机播放起了他们一家人在房车里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还凭空出现了一个女人，女人面目狰狞，满脸是血。小美吓得尖叫起来。这是一辆杀人于无形的房车，男人把手伸进引擎盖里，车上的钥匙转动了一下，男人继续修车，引擎盖里的扇叶不受控制转动起来，钥匙再次转动起来，查理的手被尖锐的扇叶削得血肉模糊。史蒂夫的弟弟杰以为是史蒂夫和父亲动了引擎，下车就看到父亲受伤的手臂。小美赶忙拿出毛巾给查理包扎伤口，史蒂夫急忙去开车，但是车子这个时候又熄火了，他急忙拍打方向盘，自己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夜里，山姆去上厕所，刚刚蹲下，身后就传来吓人的声音。山姆警觉性看了看四周，什么也没有。正当他起身看向前方的时候，一个人影站在远方，朝他的方向走来。定睛一看，就是白天电视里出现的女人。山姆想要赶紧逃跑的时候，鬼影直接冲到了山姆面前，但下一秒，女人又消失了。难道这又是幻觉吗？山姆吓得回到帐篷里。第二天早上，史蒂文和弟弟杰继续修车，小美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女孩在车子的后面跳绳。经过几个人的努力，房车终于修好了。就在大家露出欣慰的笑容时，车子突然挂了倒档，快速往后开了一段距离，又立刻停下。在后面跳绳的女孩被压得血肉模糊。史蒂文掐住杰的脖子，要为女儿讨一个说法。杰百口莫辩，在车上他从来没有动过引擎，不知道车子怎么就突然动了起来。山姆越看房车越古怪，总觉得车子里还有别人，房车里的食物也莫名其妙发臭发烂，水管流出来的水也不能用。小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房车搞的鬼，告诉史蒂夫所有人都可能会殒命于此。史蒂夫不以为然，觉得是小美悲伤过度，所以精神错乱。他让妻子好好休息一番，说完就离开房车，让小美独自待在房车里，这正好给房车一个下手的机会。小美在房间里又看到了女儿和她之前发生的事情，小美很想下车救女儿，可是车门关得死死的，怎么打也打不开。这时身后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男人拿着绳子狠狠勒住小美的脖子，
小美拼命拍打窗户，外面的史蒂夫和查理完全没有注意到房车里发生的一切。小美被男人死死勒住，接着又拖拽到床上，把小美翻过来，用力掐住小美的脖子。小美苦苦挣扎也无济于事，她用手拍打男人，可根本不是男人的对手。在男人的折磨下，小美断了气。等到史蒂夫等人上来后，一切都晚了。失去女儿和妻子，史蒂夫也彻底崩溃，但他还是觉得妻子是因为受不了丧女之痛自杀的。这时，他们在房车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了许多照片，照片上都是一些被折磨致死的女孩。柜门也自动打开，史蒂夫终于察觉到房车的异样，他把手伸进漆黑的柜子里，柜子里像是放着什么尖锐的东西。史蒂夫的手被扎伤，他再次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去，竟然拿出了一个利器，还有一些奇怪的毛发，最后又掏出来一把手枪。这时电视机又出现一个男人折磨女孩的画面，他们又看到一张报纸，大家这才得知电视机上的男人是谁，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变态杀人狂，而山姆那晚见到的鬼影就是男人生前在房车上杀死的第一个人。他杀了很多女孩，在房车上杀死女人后，自己也被警方击毙，他和女人都变成了恶灵，附身在这辆车上继续享受杀人。女人试图劝大家离开，可惜没用，这辆房车不受控制冲向眼前的老人。史蒂夫坐在正驾驶上，企图控制房车。这时反光镜突然掉了下来，镜子中出现一个人，正是那个杀人狂魔。他露出邪恶的笑，下一秒车子就不受控制冲向查理。查理撒丫子赶紧跑，房车在后面紧追。史蒂夫的手在方向盘上想要扭转方向，可是车子根本不受控制，还是撞了上去。一阵浓烟过后，史蒂夫急忙询问父亲，见父亲没有事，史蒂夫松了一口气。史蒂夫想要打开车门，车门像是被焊得死死的，使尽全身力气也打不开。查理在外面进不来，史蒂夫在车里出不去，为今之计就是让查理去找人来救他们。查理和史蒂夫道别后就独自离开了。房车里诡异的事情并没有停下来，史蒂夫的手不停抖动起来，下一秒手枪就自动飞到他的手里。原来是杀人魔握住了史蒂夫的手，他控制史蒂夫的手，握起手枪指向山姆。山姆害怕地蹲了下来，哭泣求饶，接着枪口又迅速对准了外面的查理，打开车窗，一枪下去，查理倒地身亡。史蒂夫痛苦跪在地上，山姆让他把枪放下来，可是家人们都离他而去，史蒂夫也不想独自活在这世上，直接饮弹自尽。一声枪响后，房车里只剩下山姆一个人，他崩溃痛哭。山姆不知道自己在房车里待了多久，一觉醒来还在房车里。山姆不停地拍打着车窗，试图能够砸开车门，最后用尽全力大喊，依旧没有人来。直到房车里最后一滴水被山姆喝完，食物也被山姆吃完，房车里才传来他的惨叫。整个房车晃动起来，下一秒杀人魔出现在山姆身后，杀人魔当着他的面残忍杀害女孩，然后又将阴森森的脸转向山姆。山姆被吓醒，他紧紧握着一把刀，房车里忽亮忽明，一个转身，变态杀人魔出现在他身后，他紧紧按住山姆，用尽全身力气想要置山姆于死地。山姆苦苦挣扎，却还是抵不住杀人魔的进攻。杀人魔向山姆挥拳，一拳两拳，山姆被打晕了过去。就在杀人魔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山姆醒来，拿刀随便一挥，杀人魔的肚子出现了伤口。没想到房车上竟然也多出了一道伤口，原来这个房车已经和杀人魔融为一体，只要用刀插向房车，杀人魔也会受伤。明白这点的山姆不停挥刀刺向房车的各个角落，杀人魔被刺得放声惊叫。可这里毕竟是杀人魔的地盘，只见他一个呼喊，就把山姆关进房间，实现了团灭。不知过了多久，一对在荒漠中骑行的兄弟发现了这辆吃人房车，车上空无一人。二人不知道房车的恐怖，上车拿了美酒美食，但下一秒就付出了惨痛的教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并不是什么车都能随便上的，一不小心命就没了。